在蛋黄区里头的平面车位，真的是什么？真的是奢侈品。那个下一个家庭哦，他手头没那么宽裕，他也要买，然后即使那个车位并不好停，他也要买。为什么？它是平面嘛，他可能是他倒车以前，因为他3个，然后他的车在中间，以前的车没那么大台，没那么肥，你知道，所以大家停都好好的。那现在车越做越大台，休旅 RV 什么的，然后变成说他要把苦进车位的时候，家人都要先下来，后车厢东西都要先拿下，然后他再自己慢慢倒，慢慢倒，慢慢倒。就是这样，不会像说以前停好，然后全部打开，敞开了，双边都可以敞开。现在车位没那么好，但总归它就是平面车位，所以有得选哦。你还是想办法直上三黄平车。像我在高雄啊，高雄的蛋黄的3房中古平车还可以入手啊，还不是那种台北市新北蛋黄区那种直接令人绝望的价格。在可以选的情况之下有平车，你还是直上平车。真的，你那个未来房子会好卖。你以为靠装潢你以为靠屋顶没有，就是靠那个大大颗很好停的平面车位，真的是这样。我真的好想买房子，机械车位暗藏100万维修地雷，5个避坑检查关键，晚一步恐赔数十万。先说结论附机械车位的房子，你要买是还可以买。只是你要确认的很好，这个车位的保养到底如何。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不用房租就能住台积电旁边，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机械车位要慎重这次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买中古屋半年，高雄女遭主委通知机械车位坏很久了，怒告前屋主那内容是这样，就是高雄有一名陈姓女子，她买了房子以后才发现说机械车位早就故障，然后她无法上升就对了，然后前屋主都没有要去处理，变成说她有买车位但无法使用这样。那这个新的屋主就直接告旧屋主，求偿修缮费用839524元及精神抚慰金36000元，合计875524元那现在初判出来了是真的要赔判赔前屋主要赔偿317571元全案还可以再上诉。那这个案子它有趣的地方是说，前屋主说他买这些房子的时候车位也已经坏了然后他有问管理员，管理员说没有人想修，没有人要出钱，所以他在卖的时候就没有在合约上注记。好，那结果就是法官说那你要赔人家。我相信这个前屋主他一定也觉得自己很冤枉我买的时候就是坏的啊，又不是说我把它停坏的我自己也没享受到那个结果现在还要赔这个我怎么知道在卖之前要修好要怎样怎样。你说这个前屋主之前不想修吗？我跟你讲他也想修，但修机械车位都是大钱，不太可能自己出。像我这边有查到2021年的报价是一个车位13万。如果你知道更新的报价的话，也欢迎底下留言跟大家讲一下那像这一篇贴文讲的，他们有194个车位，如果一起处理的话，来你看要维修的话194乘13万那出来是多少？2522万。你即使打完折也都是1000万以上的钱这钱那么大，管委会怎么可能会够？怎么可能掏得出来？那你说那没关系，我们就换一个修一个好啊，那换你家坏了之后没钱了怎么办？有没有给衰？然后还有其他没有车位的住户，你看他要不要平摊这个钱？怎么可能？我就没车位，为什么我要出例如说你看这一篇，你看标题就好了，机械车位保养维修尽要所有人负担，住户认权益受损。就是有住户跳出来讲说反正他就认为说我自己又没机车车位现在有在享受的人他自己要出怎么我没在享受的人我也要出，然后玩给就这样。再来你要知道买机械车位的潜在问题那我们来讲一下机械车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能找到最早的资料是1970年引入，也就是说如果你买的房子有附机械车位的话，房子多久机械车位就多久了。然后你说这个机械车位的使用年限是多久？行政院是规定最少10年，这是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好，那你也知道以台湾厂商的尿性就是保固10年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第11年第一天它就会坏哦，就是这样。当然，如果你保养的好的话，可以用到15年、20年这种哦，我们都有看过。那如果你是在卖你自己自住的房子，你卖的又是中古，那是不是你的机车车位哦，动不动都是超过20年的啦，就是这样。那是不是变成说你就要去赌这个机械车位，在你卖出去之前它都不会坏掉？然后卖出去至少半年以内它也不能坏掉啊，不然就是你的问题。不然那个买方哦，他看着没送，他又要来告你，或是说像这张图一样，这个图哦，这张图你们有看到就好，你不要再把它传出去哦，我们自己节目上自己看就好。真夸张哦，这是机械车位，然后底下就砰下去嘛，对不对？然后就车损。更夸张的是什么？为什么我说这个不要传？这新建案呢？这交屋还没有1年呢，我不能讲是哪一个建案哦，一讲我一定被找麻烦，一定被告。所以啊，机械车位啊，你说新的都会这样了，那你旧的嘞？旧的不是更容易出问题哦？好，我会说这个哦还算好的哦，有没有更夸张的？有，来你看我框起来的地方，底下哦，卡哦，上层车位掉下来，直接把底下的车位砸烂哦，砸烂那个底下车位天灵盖。你说这种损害可以找谁赔偿？我未看先猜哦，你就看这个停车场的这个锈迹斑斑的样子啊，应该都是超过15年的。所以啊，制作的厂商他完全可以不用赔，因为保护就是10年而已，要看谁跟谁签维护合约这样。所以车主要怎样？要跟管委会求偿，然后管委会再跟保养厂商或保险公司求偿，那就是一锅乱账这样。最后你要知道，附机械车位的房子能买吗？我们还是要来讲一下那个实际的，就是如果你看这个社区，你瞄准这社区已经很久了，但是它释出好不容易释出一些就只有一种带机械车位的房子，你要不要买？我先说结论，你还是得买还是要买。而且你知道，现在你买越新的房子你越容易碰到机械车位，就这样啊。某些建案全部都是机械车位，全部就没有平面的平面车位只剩下机车的，你知道？所以以前那个机车停车位现在变成尊爵的平面机车位来你看2023年的新建案，光台北市就有 38.8% 是全机械车位的建案，就这样你没得选啊。然后新北的全机械车位建案占比是 13.3%， 所以如果你要买到双北的新房子你很可能会遇到你整个社区都是机械车位你就没得选，你知道？那我们也讲一下，如果你真的是得买到机械车位的话，你要怎么保全自己我有以下5个建议。第一个，确认社区有没有完整的保养记录，定期检查。我知道大家都不会去做，如果你要买，你请服务你的房仲朋友去调他也会调得很辛苦因为那个管委会也是不太管的，就这样小米件我们家人会垂矿买，都是这样。我再来补充一个资讯给你你看我画红线的地方，根据建筑物机械停车位设置设备及检查管理办法实施管理每年需申请安检，且每月需完成1次维护，并且10年以内抽验率 5%， 之后每5年再抽验1次，抽验率 10%。 依照法规最后的抽验时间是写到20年，代表他在暗示你说这机械车位默认使用时间是20年。那你自己看，现在除了台北市以外应该绝大多数的县市都是抽验率不足的那你再买一个中古屋龄30几年，然后这个机械车一开始就有了，你看它都是超过20年的所以你一定要去看那个保养记录你看保养记录，其实你也不能怎样，你就是看说哪边坏，坏的频率怎么样来简单判断。第二，询问管委会或仲介是否有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就是说到时候出事了，社区自己没有能力赔，还有保险公司兜底就只能这样。第三，签约前务必在合约或现况说明书里写清楚车位状态。就我们一开始讲新闻嘛，他就便宜行事然后他委托的那个仲介也不专业然后之后怎么样？就那个前屋主就被人家告了就这样第四，最好能现场试操作1次，看升降是否顺畅，就是试操作，你真的把你的车开来。其实我也不太懂就是像我们去看房子很多明明就是我去看的房子，它就有车位就有机械或平面不管，反正它就有车位。可是我们去看那个房子跟房仲约都还要停外面，你那个房仲朋友，你要不要开发一个服务，就是你就带看的时候，你先跟屋主沟通好说，我会让我的客人来看屋的时候停这个车位，直接试停这样
这有几个好处。第一个，如果是机械的话，就直接用看嘛，不然大家站在那边地下室又闷又热，在那边研究是在哪里讨论那么久就直接让人家去停停看。第二个是买方看屋的时候不用找车位，你知道好烦那个蛋黄区是真的很难找车位，不然找车位，慢慢盘里讨安呢，远远的这样慢慢走过来，所以考虑看看可以有这个服务嘛？你有平面车位就让客户停嘛，那他自己就会去研究这车位顺不顺畅了那你是机械车位的话，也让客户直接去停嘛，那他就知道说，这是怎么回事？除非你就很不想让他知道这个车位，他实际去停会非常的困难之类的。好来第5点，加保车体险那就多一条保险，就只能这样除此之外遇到机械车位就是机械车位，这个东西就是属于什么花钱你也改不了的东西。像我们一般来讲屋况不好漏水壁癌，那个是花钱还有得救的。但是你的车位就是机上或机下，机械上层或机械下层，下层就是那个刚刚上层掉下来会砸扁你的那个，你车位就是机械下层，你花钱你也改不了你能改什么？你能把它贴一个线灯把它弄漂亮是不是？就不能改所以在事前的准备就要特别的注意。好，那我最后帮你整理一下我今天讲了什么，朋友们看完影片好像有看到东西又好像没有这样，来我帮你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讲了一则发生在高雄的机械车位争议案例。一名女子她买中古屋入住以后，发现她附属的机械车位早就故障了，然后怒告前屋主法院还判前屋主要赔赔31万多，前屋主也在喊冤他说我买的时候就坏了就这样，这属于交易上的瑕疵。我也跟你分析了机械车位潜在的各种问题，包含维修费用很高昂包含使用的年限普遍在10到20年之间包含核准求偿的过程也十分复杂，很多是要依赖管委会的。那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尽管机械车位争议非常的多，但如今的新建案，特别是双北机械车位的比例就是非常的高，甚至有越来越高的趋势，甚至整个建案的车位全部都是机械车位，那你要怎么办没有办法避免了。如果你真的必须要买附机械车位的房子，你最好是要做到5点来，第一，确认社区保养记录；第二，询问是否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管委会那第三，确认合约中明确记载车位的现况；第四，亲自操作机械车位，确认它功能正常；第五，加保车体险。只能这样还能怎样最后我想问你，如果这间房子你非常满意，但是它就是仅配机械车位，那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决定算了不管还是要买A 老婆就是要住这边B 地段超级之好有机械车位总是叫做有车位。C 邻居是短裙正妹很想跟他一起住旁边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萧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
一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哦。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哦，讲八卦。机械车位真的是那个很复杂的题目哦，因为机械车位它的种类非常的多哦。那有那个普通的哦，就是我也不是很懂，反正就是听房仲讲，然后那个房仲哦，每个人在看这种机械车位哦，它有各种名字。总之我们一般比较，我在讲最好的啦哦，最好的车位叫什么？叫做机械平移。平移就是说你不会上也不会下，你就是左右讹来讹去。啊你呢？干嘛要左右讹来讹去？啊人要出来啊，等一下下层的他要出来啊，哦，它很像一个转盘那样勾出来，它移一个位置给下层的车出来，所以你的那个会被移动。好，那机械平移哦，对你的好处来说，就是你可能上面还会有一个盖子啊，就是上层车的。那对你来说，就是你就当平面车位停哦，这是最好的哦。那最不好的哦，就是机械下层。机械下层车位哦，就是你要停哦，你要去按那个按钮。人已经要下车了哦，下车去按那个按钮，然后等那个机械停车塔运作，它会把你的位置运出来哦，空的，然后你停进去，人走出来，你再按那个按钮哦下来。最危险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你停进去，然后人下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那很恐怖反正我说真的，我看机械车我很怕，因为看到那么多社会新闻，它都被夹死了，很恐怖，就这样。哦，最不好的叫机械下层机下车位，可是你在蛋黄区哦，你有一个机械下层车位，那还是叫做有车位，所以你也不能说什么，因为现在台湾哦，我们不要讲整个台湾，我们讲台北盆地好了，是不是有数十万部汽车现在就在停机车车位，可能要100万部哦，又不是说天天都有10几起事故发生，就没有嘛，所以说就跟电梯一样，大家每天都在搭，我每知道电梯有可能会有坠落的风险，可是就是还是要搭哦，就是这样。保养啊，只能毛起来保养，然后剩下的就是看命了。然后机械车位它有非常多的变化球，变化球是指说，那真的是变化球，我不要讲，你知道，垮就得多还有那种机械车位，可是它是子母车位，子母车位是指说它超深的，它里面还可以再停一台车，双层机械车位。那双层已经有分上下，还分前后了你一看到那个你就觉得。干好恐怖，你就觉得说我每天这样子去停总有一天出事情，真的是出事情，就很恐怖啊那没办法，人要在蛋黄区。然后还有另一种机械车位叫仓储车位也有人叫塔式车位，反正就是说这个机械车位是怎样？这个机械车位是你人停好以后，你人就下车出去出去门口按那个电梯，然后它就会自己空车，就那边自己隔，那么东搞西搞那也一样，你下次要搭车的时候，你就是在那个车子搭的电梯的门口按，然后他就按你的号码，然后他就把你的那个在里面怎么运作、怎么运转这样子把它退出来给你，就是这样。好，仓储车位塔式车位它的那个空间的使用效率最好。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不用拨道，就是不用留那个车子的拨道下去干嘛那空间比较多。可是仓储塔式车很多新建案做这个做这个是。我个人是认为也能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因为没那么恐怖嘛。你是进到一个车子大的大电梯里头，里面还挂画，还放音乐所以没那么恐怖。你就人就下车就出去就按就这样，你出来也是。它不像是一些中古社区，你要自己巴口去停一个，你那个后轮一碾上去就嘎嘎作响，就 combo 好像还晃这样然后人再这样子跑出来去按那个，在那边等。OK， 那。这个叫仓储车位，可是仓储车位它的问题是什么？它大概是所有机械车位里头维修最贵的东西，超级贵，无敌贵。那贵会贵成怎么样？像我们有个经验有一个也10几个、20几个位置而已的一个不是那么大，它不是好几百台在停，它停10几台、20几台而已。好，它那个仓储车就坏了坏了要修报价890多万，怎么付？你怎么付？你就这20几个车位，你每户拿出来谈，你看你要谈多少钱？所以就坏了就怎样？就不修，就让它坏在那里，就 combo， 就只能这样。没办法，都市嘛，寸土寸金。所以说，你看我是不是一路强调说，你买3房
你就要买车位，因为三房的客群就是家庭嘛。那此时就会计较说这个机械车位还是平面车位真的时间再久一点你在都市蛋黄区里头，你有一个三房平车，你最后房子好卖也是靠那个平车，房子难卖也是那个车位的问题，你可能是机械车位或没有车位，真的就被那个平面车位死死的牵制住。所以你在自产的过程中你在蛋黄区自产的流派，你三房平车，你有平车要买会贵很多，那你也要给它贵，你还是要给它捏上去，因为它摒除了一切那种人家对机械车位的害怕恐惧。然后真的我们越看下来，我们越觉得说在蛋黄区里头的平面车位真的是什么？真的是奢侈品。那个下一个家庭他手头没那么宽裕，他也要买，然后即使那个车位并不好停，他也要买。为什么？它是平面嘛，他可能是他倒车以前，因为他三个，然后他的车在中间，以前的车没那么大台，没那么肥，你知道，所以大家停都好好的。那现在车越做越大台，休旅 RV 什么的，然后变成说他要把苦进车位的时候，家人都要先下来或者像东西都要先拿下，然后他再自己慢慢倒，慢慢倒，慢慢倒，就是这样，不会像说以前停好，然后全部打开，敞开了，双边都可以敞开。现在车位没那么好，但总归它就是平面车位，所以有得选你还是想办法直上三房平车。像我在高雄高雄的蛋黄的三房中古平车还可以入手还不是那种台北市新北蛋黄区那种直接令人绝望的价格。在可以选的情况之下有平车你还是直上平车，真的，你那个未来房子会好卖，你以为靠装潢你以为靠屋顶没有，就是靠那个大颗很好停的平面车位，真的是这样。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